大家好，欢迎来到《复原山海图》系列视频第6集《山海经》中的植物。上一集我们聊了《山海经》与三星堆的关系，引发了不少讨论。今天我们回到武藏山经的正题，一起来看看书中记载的植物。很多人以为《山海经》只有怪力乱神，但实际上它也是一部植物志和动物志。在武藏山经里，一共记载了167种植物，其中常见植物111种，稀有植物56种。这些植物和古人的生活、医疗、文化都密切相关。所谓常见植物，就是《山海经》只写名字，不做特别说明的那些。因为在作者所处的年代，这些植物太常见了，不需要多解释。在111种常见植物里，有木本和草本两大类。木本植物有67种，其中用材木41种，比如楠木、柏木、檀木，用来建造房屋、制造器具；果木16种，像桃树、枣树、梨树、板栗树，为古人提供食物；其他用途树木10种，比如桑树可以养蚕，漆树能产漆，棕榈树的叶子能编扇子、帽子。草本植物有44种，大多数是药用植物，如山药、白芷、天门冬等。还有各种竹类植物，例如箭竹、琼竹、桂竹，这些都是当时重要的生产和生活材料。这些名字今天听起来可能觉得很普通，但在古人眼中，它们与衣食住行息息相关。《山海经》把这些都记下来，说明它不仅仅是地理书，更是一种古代生活百科。接下来是56种稀有植物。为什么说稀有？因为这些植物在当时比较少见，或者用途特别，所以《山海经》往往会多写几句。稀有植物分为木本28种，草本28种，其中5种甚至只有描述，没有名字。许多稀有植物被认为具有药用价值，例如天鹰草治痤疮，苦心能治疟疾，黄芪让人不愈。书中还有一些特殊用途的稀有植物，比如白柩能把玉石染红，无条可以毒死老鼠，蜂条适合做箭杆。书中这些描述并不神秘也不奇特，在古人眼里，植物不仅是食物和材料，还能入药，能辟邪，甚至能与命运吉凶联系在一起。在《山海经》研究中，有一个让人困惑的现象，他经常写道某某山无草木。过去很多学者的普遍解释，这就是光秃秃的荒山。这听上去没什么，一个再正常不过的、很普通的，按照字面意思做的解释。但仔细想想，这个解释却不合理。因为《山海经》成书的年代，中国大地处在温暖湿润的气候带，非常适合植物生长，很难有真正寸草不生的山。更奇怪的是，有时候两个地点距离非常近，地形地貌也基本上一致，其中一个地点长满植物，相邻的地点却无草木，这显然不符合常理。这就说明无草木并不是真的没有植物。举个例子，中次六经全长不过56.14公里，东半段是个高台地，地势平缓，海拔大致600米。西半段地形为小山和丘陵，最高海拔1400米。按照中次六经的描述，在这短短56公里的路径上，无草木的秃山和有草木的山交错分布。例如，驼山上长满了树，西边相距6.3公里的长征之山就无草木了。再向西走6.3公里，到达夸父之山，山上又满是热带亚热带乔木棕树和楠树。这几个地方相距不远，地形相近，都有水源，不太可能发生有些地方植物遍布，有些地方寸草不生的情况。如果是孤立，还可以解释为特殊情况，但是这样的例子在武藏山经中比比皆是，那就说明这不是特殊情况，而是另有原因。结合全书的记载，我们可以推断出无草木的2个含义：一，有的地方确实没有植物，这个情况很少；
二，更多时候它指的是这里没有价值的植物，不值得记录。书中大多数指的是这种情况。比如《北山守经》说：“右北50里，曰北丹之山，无草木，多葱酒。”如果按照之前的解释，这句话就会翻译成北丹山这个地方没有生长任何植物，此地到处都生长着葱和韭菜，这不互相矛盾了吗？所以这句话的正确理解应该是，北丹山上除了随处可见的葱和韭菜，这里再也没有别的有用植物了。综上所述，在武藏山经里，常见植物体现了古人日常的衣食住行，稀有植物展现了古人对药理和特殊用途的探索，无草木的技术则提醒我们，《山海经》是一部有取舍的记录，只收那些有价值的植物。可见，《山海经》不仅是地理书籍，也是一部古代的植物志。如果这期《山海经》中的植物让您感受到古人的智慧，请点个赞，并关注我们复原山海图系列视频。下一集，我们将走进《山海经》的动物世界，那里面既有牛马羊虎这样的常见动物，也有神秘的异鸟怪兽，它们究竟是神话传说，还是现实中的珍稀生灵？想更深入研究和学习《山海经》，可以在各大平台购买《复原山海图》一书。本书在美国南方出版社、亚马逊、Amazon、巴诺书店、Barnes and Noble、Books A Million 书店、BAM 等官网上均有出售。感谢您的收看，谢谢，再见。